大家好，欢迎来到与你看赛事。在上个月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2023年世界锦标赛，实在是充满着各种历史性的时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过瘾呢？而可怜的球员们马上又要在世锦赛结束的1星期之后，到中国进行大比拼了。马上来看一看2023年中国公开赛的签表吧。你们知道上一届的中国公开赛是什么时候吗？是在2019年，也就是4年前哦。所以这一次是疫情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公开赛，一样在常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馆举行。这个体育中心是在2008年建成的，里面设有大型体育场、篮球馆、跳水中心等等。而这个羽毛球赛馆内共设有6200个观众席。现在常州的平均气温介于22到32摄氏度。今年的中国公开赛从9月5日一直比到9月10日，这也是今年最后一个最高级别的巡回赛赛事。最近主办单位也宣布将把总奖金从125万美元提升到200万美元，所以球员们得加把劲，好好抓紧这一次的机会了哦。在混双方面，被列为种子组合的包括雅思组合、东渡、冯彦哲、黄东萍、李超波、Safsiri、新科世界冠军许承宰、蔡友丁等等。上一届的混双冠军是中国的雅思组合，当时的他们在自家门口与自己的同胞黄雅组合上演内战。今年的他们是第一种子，大几率会在8强赛上碰上世界冠军许承宰、蔡友丁，意味着今年世锦赛大决赛将在不到2周的时间再一次上演。这一次他们能否复仇成功呢？在上半区方面，一些值得关注的首圈赛事包括杨博轩、胡林芳对上印尼的 Ferdinansyah Wijaya， 还有蒋振邦、魏雅欣对阵印尼的 Pravin Melati。 而大马组合签运不是很好，吴顺发、赖洁民与陈建明、赖佩君在第一局便上演内战，两组的实力相当，相信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在下半区方面，叶红卫、李嘉欣顺利晋级16强的话，还得过凤凰组合这一关。而香港的李金熙、吴芷柔也将在今年第4度碰上日本的第一混双渡边勇大、东野有沙。虽然距离上一次的中国公开赛已经过了4年，我们可以看到雅思组合至今依然是稳稳的。值得一提的是，雅思组合其实早在2017年开始便在中国公开赛中取得了3连霸。你们觉得他们时隔4年后还能再度卫冕并拿下4连霸的同时，也横扫今年所有的超级1000赛冠军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双项目。种子组合包括陈清晨、贾一凡、白荷娜、李绍熙、净空组合、松本永元、福岛广田等等。上届中国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中国的陈清晨、贾一凡，当时的他们以2局击败了当时还未退役的日本奥运冠军高桥松友。我们来看看今年签表，今年樊晨组合极有可能在8强赛上碰上福岛广田，或是大马的乐蒂组合。刚刚才缔造羽坛女双新纪录的世界冠军樊晨组合可说是势不可挡，福广或是乐蒂组合想要突破8强这一关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在上半区方面，日本女双大几率会在8强赛上上演内战，想必又是一番激战。在下半区，刚刚伤愈复出不久，大马的张清玉、张梅欣将在首圈遇上世界排名第15的 Kusuma Prativi， 而在世锦赛夺得银牌的 Rahayu Ramadanti 将在首圈对阵泰国老将 Jongkopan Rawinda， 这一场势必会很有看头哦。另外，韩国女双也极有可能在半决赛上上演内战哦。那么你们觉得陈清晨、贾一凡能在自己的自家门口守住这个冠军吗？在男双方面，种子组合包括印尼的双 A、印度双塔、梁王、谢苏、新科世界冠军姜明赫、许承宰等等。上一届的男双大决赛是一场印尼内战，当时的世界第一状态超级火热的印尼小黄人组合 Kevin Marcus 与前辈爸爸组合激战了3局，最后大热拿下了冠军。4年后的今天， Marcus 受伤病困扰，仍旧在康复中，所以2位暂时拆伙了，也没办法参加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所以今年的男双冠军宝座将换人坐喽。
在上半区的首圈赛事方面，感觉场场都是精彩绝伦，像是最近状态大勇的世锦赛男双银牌 Kim Anders 将对上状态稍微不理想的世界第一双 A， 不知道丹麦老将能否扳倒世界第一呢？杨若如也将对阵同胞李哲辉、杨博轩，梁伟铿、王昶对阵印尼的卡丁哲组合，也令人十分期待。在下半区方面，一样是竞争激烈，谢淑将在首圈碰上另一组强敌韩国的金元浩崔帅贵。不过最近崔帅贵因伤退出了世锦赛，如果他还未痊愈再一次退赛的话，谢淑将碰上替补的罗兴生、金勇，对他们应该不成问题。而台湾又再有2组男双，林洋配、苏敬恒、叶宏伟将上演内战。刚刚缔造新历史的世界冠军组合姜明赫、许承载在首轮便碰上印尼传奇爸爸组合，这场2组世界冠军组合的对战绝对不能错过。这边也为大家科普了一下，距离上一次中国男双夺下中国公开赛冠军是2001年的事了。这一次梁伟铿、王昶能否在自家门口争一口气，拿下中国时隔20多年的冠军呢？还是姜明赫、许承载能够延续他们上周的火热状态，再一次拿下冠军？欢迎在底下分享你们的猜测哦。在女单方面，安喜颖、山口茜、陈雨菲、戴资颖、何冰娇、马琳等等都被列为种子选手。近年来世界羽坛或许常被女单 Big Four 洗版，不过必须提醒一下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一号人物，上2届中国公开赛的女单冠军，西班牙的马琳。当时的女单决赛也是非常精彩，马琳与台湾球后戴资颖激战了3局，最后成功卫冕了中国公开赛女单冠军。今年马琳被分配在上半区，和新科世界冠军安喜颖在同一个半区，有可能在半决赛上复制上周世锦赛的大决赛。不过在那之前，安喜颖大几率将在8强赛迎战印尼的敦中。虽然敦中在安喜颖的对战中通通吞下败仗，不过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敦中的表现越来越好，希望他能顽强的力抗安小妹。另外，小戴这次的签运不太理想，首圈就对上小白，上演台湾内战，随后也极可能在不到2周内再度碰上世锦赛银牌得主马琳。你们觉得这一次他能复仇成功吗？在下半区方面，陈雨菲将在首轮碰上近期拿下澳洲公开赛冠军的张佩雯。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今年7月的日本公开赛，由张佩雯2局拿下了陈雨菲。这一次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今年世锦赛铜牌得主山口茜也在下半区，预计在8强赛上碰上泰国一姐 Ratchanok。山口茜近期在世锦赛前有些脚伤，不确定现在恢复的如何。如果顺利通过8强的话，大几率将与陈雨菲在半决赛碰面。最后我们来看看男单赛事，安赛龙、金廷、奈良冈功大、Jonathan Christie、罗建佑等等都被列为前8种子。2019年的男单大决赛是一场球迷们看得十分过瘾的3局大战。日本的桃田贤斗和印尼的金廷在当时可说是处在巅峰时刻，速度非常快又爆发力十足的金廷，不管怎么攻也攻不破桃田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最后桃田艰难地拿下了冠军。同为对方最大的对手，场下也是好朋友，惺惺相惜的2位让球迷们看了也十分感动。顺道一提，桃田最近的状况也令球迷十分担心。日本羽协刚宣布桃田将退出杭州亚运会、香港公开赛以及芬兰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主要的原因是腰伤，所以下一场他有可能参加的也必须等到11月的熊本公开赛了。现在不确定桃田能走多远，但只希望他能尽快养好伤，保持他对羽毛球的热忱。在今年中国公开赛的签表上，安赛龙与好朋友兼劲敌罗建佑同处在上半区。不过罗建佑不管是第一轮的选手或是次圈的选手都不容易对付。Anderson 对阵 Lakshya Sen 的这一场首圈赛事相信也会是非常精彩，双方此前都各有1胜。另外 Pranoy 和黄志友这2位将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对决，非常令人拭目以待。
而还有一场值得关注的是 Jonathan Christie 对上今年澳洲公开赛冠军的中国新秀温宏洋。在下半区方面一样是有很多的看头，左手中炮林俊逸首圈将碰上法国的 Thomas Junior Popov， 顺利通过的话还得碰上李子嘉或是世锦赛亚军得主奈良冈功大。李子嘉对阵奈良冈的记录是1-1，这场比赛绝对是不能错过的焦点赛事。而世界排名第11的小天周天成也将首次与2023全英冠军也是世界第7的李世峰对决，你们觉得谁会胜出呢？最近因尚未走出丧母之痛而退出世锦赛的军挺将在首圈碰上日本的长山干太。那么你们觉得安赛龙能从世锦赛失利的悲愤中走出，并化为力量拿下他首个中国公开赛冠军吗？欢迎在底下发表你的想法哦。最后一样祝愿所有球员们都能健康完赛。这一期的与你看赛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哦。